有一种生活的内敛和沉淀，不断提醒我应该长时多回的观看新的风景，才会孕育而生。在老街就像之中散步，有许多精彩的老屋店家，他们绽放自己素人的美学，非常迷人。苗栗的海鲜比较少来，对，啊，这个地方泛称为彭山，彭山蓬莱县的彭山，有，对。那这2天的一日小旅行里面，我们今天第1天是苑里，对，第2天是通宵，没错。那苑里我是希望能够去看一下里山署，然后再拜访伐陶窑，我们的老朋友。那我很期待那个令草的那个编织。对，第2天我是希望能看最近最夯的15米，接下来到白沙屯逛一逛。我们搭这个电联车到这里，这个海线电联车其实不多了啊，对1个小时一班。海线热闹的镇就不多，通宵、苑里、大甲、沙鹿，就是这一条一个珍珠呢，这样。它每一个站都有一个很精彩的菜市场啊，苑里也一样，是对着火车站前面就是大路，然后接着就是菜市场。一看菜市场你就知道苑里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景的一个城市。然后这个菜市场我觉得非常特别，因为它是靠近海，然后它有一些地方的特别丰富啊。就这啦，我常对。这是河肠蚵啊，甲肠啊，粿。是，咱在内面含蚵仔来做的。这是肠啊哟，这葱韭菜哦，这边还有鸡韭菜。对啊。这边这偌济？这15。嗯，怎么样？好吃。这更韭菜袂歹了。对啊，这我家己做喺挂面的。下味。你看叶子都出来了，你看。有。叶子不是湿的，你要吃也可以啊，吃看看。不一样。哎，要不要跟拢在做这呢？大家那个吃无一点看惯哦，只有这个地方有，别的地方没有。对。苑里的下午茶。对。这边就是杂货OK， 这边有很多，对，这样拍起来还好看。你来了，这叫土豆鱼。所以我没有看过这么小只的。啊，对啊哦，讲来你别他妈打架啦，对啊。你讲的。对。啊，我在等他。对，你听你在讲这个东西。这鱼丸啊，这个鲨鱼丸。看。是的。鲨鱼丸哦。先吃看看啊。一个多少钱？1斤。不算斤的，不算一颗的。没关系啊，好吃。然后但是它是整个鱼是全部都是100%都是鲨鱼吗？还是有另外不同的鱼浆？8成是鱼，然后2成是肉。猪肉啊？这个肥肉比较多，瘦肉比较少的，刚好提供它的油脂的味道。都是瘦肉。瘦肉的话就太不好吃了。这是鱼，这是鱼。啊，这肉。鱼跟肉混在一起就变成这样。那80%的鱼，20%的肉。我这个过程都出来了。大家来杯这个，那个鲨鱼面。在这里啊，这个就鲨鱼饼是吧？这个地方的特产。这边来讲啊，人弄上碗的，因为真的用蒸的。用蒸的。真的。还说着一下就全部都到位了。我们离开了苑里，来到了山脚。山脚就是介于山跟海之间的一个小镇。所以不是三角形的三角，是山的角。对。以前我记得来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讲，每天放学回家，到街上就要先去吃山脚的本寿米。
厕所的面哎，本寿比那非常有名。你先问三角人说本寿比的，大家都遥指那个本寿的地方。你意思说它已经变成这边的菜市场对地了？标。啊，旁边这个小学对三角国小就已经有100年。哇，等一下我们去看他那个日本宿舍。OK，啊，很多人都来。那这个宿舍是当时候创校的时候的建筑。对，也保留下来。我们也跟那个校长约好了，等一下我们就进去看看。我觉得重建以后，它的那个功能性哦，是一个很值得讨论。台湾的日本宿舍，就说你从保护下来以后要做什么？这4栋大概就是从1937年，也就民国26年开始，一直在陆续整修，前后做了盖了5年时间，就完成这4栋8户的历史建筑。这边是我们令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因为院里是一个非常有名在发展令草的一个地方。这是令边小路，好可爱啊！就是也是让来这边参观的游客他可以自己马上手做 DIY 的一个小东西，最简单，对不对？最有成就感。对，马上他就可以编出来。对。那其他这些，其实我们在这一间假日，就是跟台湾令草学会跟三角社区发展协会，我们共同来营造这一个环境，把他们的这些妈妈们他们的作品，把它给呈现出来。所以整个跟社区、产业跟学校3个呢，就是很紧密的在配合啦，很棒的事情。对，小朋友在学吗？我们小朋友也有在做这个令草的教学。这个好玩。那像这样这个文创品，这是社区他们新开发出来的一个文创品，这是他可以把它当笔叉。对。那所以像这样子在发展就很有意思。那小朋友我们就让他从小就扎根，也是要让学生知道说，其实生长在地的这个地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有一个什么样的元素，有什么样的人文。像我们这一栋是我们这学校在推展客语、推展母语的课程的一个教室。那客语为什么特别找出来？因为其实，在三角这个区域，它一般就是闽客的族群，它是各半，但是客语的这个族群，它其实是很隐性的。那后来这些小朋友他们学了客语之后，发现说，回去竟然可以跟他的爷爷奶奶产生共鸣。OK， 那他的父母可能不见得这么常使用客语，对，那反而是，没错，父母甚至已经不会讲客家话了，只是他爷爷奶奶甚至他们阿祖这一代，他们才会讲客家话。他这样子的讲母语就有它的另外一个不同的意义的哈。是没错，对，不只是他语言的传达而已，它还有另外一个亲情中间。也是一个我们说也是一个很代间的很好的一个沟通，因为爷爷奶奶认同说，他的孙子开始竟然会学他早期他会讲的这些语言。因为我4、5年前来的时候，他还有一点是说万事俱备还欠东风，就是说房子我在也在整修，那接下来要怎么走？其实我是打了很多问号。那今天跟你一谈，你们的令草也走到一个阶段性的，然后母语教学也有一个阶段性，我觉得好像已经那个底已经开始出现了。没错。那非常期待说你们接下来过1、2个世代以后，说不定那个效果就会看出来了。对，我们学校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校园啦，所以不管是假日或平日，随时都有游客过来，因为校园就是没大门，没有门啊，随时欢迎大家都来这边走一走。还是很多事情要做。对，还很多事情要做。是，包括说让我们像金城武这样坐在这里，哇，是。一路走来，好多的油菜花田，对，然后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李山竹碰气，是，我们家小朋友碰气哦。这个有一字旁，不像我想它的概念可能应该可能类似，给它找这样子的。然后我现在前面看到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的那个鼠吧，有2位出来了。是2位，是你好，你好，是刘克强跟王浩一。你好，娟让大名，娟让大名，你好。我们真的很好奇哦。人家李山没有那个一字旁，
其实我们当然里山属的里山是取那个日本萨多亚马里山的意思，但是因为我们是在院里的山间，因为其实联合国会说里山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永续的生活示范。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一些永续的生活示范。那你们是当地人呢，还是外地人？一个当地人，一个外地人。对的，应该这样子的结合是最有可能。如果两个都是当地人哦，会只有自己的视野角度。那有外地人的时候，他会有更用外面的人角度来看，然后你们知道给什么东西给人家看。对，为什么有一个俗字？来说哎，好啦。啊，来说啊，这个古早就是什么？这红鸭啊，就是以前什么种啊？乌鸦，以前我红应该红的哦。你看以前红的，叫变乌的。哎，啊，这什么？啊，这什么？这是什么？一主本是节告等天主教堂。以前的时候，其实因为天主教是国外来的嘛，但是。在地这些投注山没有看过国外的天主教堂建筑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就用在地的眼光来盖，超本土的。对，所以就觉得宣教嘛，应该就是跟教室赶快，啊，所以前面也要有椰子树啊什么这样子的。太好了，那我们吃饭吧。好，吃饭。可是还没有，还不能，要自己先自给自足，所以要自己勘察生活。然后看你捌了有认真无？我看算看几只糖就知影，一只。2只、3只、4只、5只、6只、7只、8只、9只、10只。真的还是属假的？我们就来采菜，准备我们中午的午餐。这样。那我们今天我们要采什么？我们今天要采的都是冬季的蔬菜。你看这个这么漂亮，好，真漂亮。有机还是可以做到漂亮的。对，应该是这个漂亮。是有它的一个方法在，然后最重要的是你种对时节。对。我真的很认真照顾，我都要来抓虫嘞。真的啊。然后看你捌了有认真无？我看算看几只糖就知影，一只、2只、3只、4只。5只、6只、7只、8只、9只、10只。真的还是属假的？咱萝卜是有经验的。那就看谁拔出来的最大颗了。真的。哦，来哦，这是我的。哇！啊！我看起来头很大，结果里面空的，这实在是激动我的感觉。差不多，它是本来就这样。你是爱心呢，老师，你摘到了一颗爱心。我们这是圆胖的，老师跟他的身材比较像，瘦长型的。什么？就是挖什么萝卜了哈。哎，对。然后这个就是。对，没错。你也要洗啊啦，要花啊，会花体啊，会花体。有啦，学啦，有啦，可能会再看嘞。就是武当的，那边是那个少林的。对。哦，哎，这个菜这样子用这个铁锅会好吃哎。我们刚刚采的也在里面有吸吗？没有，徐先生引导改起的给啊啦。因为它已经有烫过了嘛。稍微穿烫。稍微穿烫过了嘛，让它味道就比较不会那么腥了。对，老师真的是有在煮的。我说了一口好菜的人。你连到野外都要把它弄成美食。好想吃哦！对，看起来老师说一口好菜。有。好吃吗？自己摘的哈，就是不管再难吃都要说好吃。不过它真的是鲜嫩甜啊。对。不过里面有很多的菜是旁边的许先生。刚刚那个姜黄也是，像你们种。我刚刚已经吃了姜黄哎。我们家还有种的鸡肉，很扎实，很扎实，改招来招去，不是饲料鸡，我们在地说零鸡鸡，走地鸡啊，那些招罗一种。招罗就招罗，也是很厉害。现在大部分都不走路了，现在都走在铁笼子。啊，我们家的牧草就是割来给猪吃当床，2天后再把它产出来啊，让机器翻那个虫子来吃。我们的猪的排泄物就不会臭，直接抽到芭蕉园就把它稀释掉。其实最早的我们乡村的里山生活方式就是这个样子，是把动物纳入到生产的系统里头来，让它变成是可以环环相扣、复合式的自然农法。复合式。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个计划是我们在跟着当地的果农一起成长，朝草生栽培的方式去转型。哎，我们那个看到那些软石哈。
那这边的工法，还是这边的材料，还是什么特别的用意呢？就是以前先民留下来就地取材的一个智慧。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地质状况，往地下挖大概不到1公尺，就是这种大大小小的卵石。所以以前的先人他要在这个地方能够开辟出像这样的农田，他其实要清理很多的卵石。所以他们干脆把这个卵石拿来堆成田埂。我们后边去枯池塘也是用那个卵石整个去叠起来的。那这就是你们的卵石美学嘛？这个美学可能别的地方就不一样了哈。其实这个田埂，因为它是自然的田埂，所以田埂的上面可以长东西，那缝隙里头也可以有生物躲藏，就是维护生物多样性。怎么样？你对这个里山薯这一次这样子一走，你的感觉怎样？非常好，比我想象中的更完美的一个状况，而且它还有一些原始啦、一些耕种啦、一些烹调啦，然后让整个生态跟生活整个融合在一起。有意思，有意思，我喜欢这样子。我个人认为说，每一个地方应该有自己的美学。那因为它这边是暖石的哈，对，这是暖石的里山，是。那这里的里山薯，就是它已经走到一个给另外的人参考说，你看我们的就是发展出火焰山下的里山薯啊，对。可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出来，可是他们已经在朝一个正确的方向。他不只是在做，他还结合了旁边的人，他要在地的已经在这边耕作多年的人，他们也认同这样的土地的概念，那这样的里山就非常可值得期待。是。怎么样？你来过华陶窑吗？心向往之，还没来过。我看过很多照片。OK。然后因为窑主是老朋友。哦 ，OK。是。但是你没有来过？没有来过。我是来了4、5次。哦。我觉得华陶窑它代表一种新的一种地方产业跟我们的华人的文化艺术、庭园的艺术结合。它结合的算很好，而且跟社区也有一个互动，互动很不错。对。让人垮掉哎。是。哇，赶快跑快一点。好的，快一点。这不只要握手了，这要拥抱了。恁伫迄个台南见啦哈。对，是。然后在看恁两位的文章。是。今晚这是我们刚刚去摘的，来。好，谢谢。顺手。几年了？30年了。30年了。对啊。所以你青春岁月都在这里耶。就是这样子啊，就慢慢的一点一滴就这样子。对，那是一种累积了。那这个地方它是火焰山系，对不对？对，火焰山就在正东方啊。所以火焰山呢，因为一直觉得它应该叫干枯的，然后呢就是土呢就崩下来，然后这个地方看起来绿意盎然。那这个东西呢都是原来就长这边的，还是你自己要慢慢让它？哦，没有，这里是完全是透过人为的植栽，90%以上都是台湾的原生氏种。是然后为了景观的配置，才有引进一些外来的原料，就像这个李仁胶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种李仁胶就是要告诉人家说，中国的古典小说可以拿来做田园造景，而且八卦扇的公主是拿那个扇子来，对啊，就是这个啊，就这样子上，就是这个，懂了哦，所以我们这里有解说牌，还有解说牌，就写了1扇熄火，2扇下雨，3扇生风嘛，透过田园造景，透过植栽，然后把它故事化。我希望就是讲把它变成台湾的一个地标之一啦。地标，来展现台湾之美。像像啊，真出名是咱这个地标呀。就阮这个地标啊。是吼。系啊。我大概人快都介绍嘿。伊几百年以上啊。所以一起先著名。对啊。伊本来就这个马路底下中间是一个羊肠小径。OK。我改道，厝甲起做甲对着树。顺那个斜起啊呢。老一代的观念上都有这样的尊重自然。
这蛮有意思的哦。台湾人那些那样。本来就是共存共荣啊。那都是用这种人方式。比咱较大先来嘛。那就厉害了，这个厉害，厉害。对，但时代真的在变，它会有一些挑战性。哇，这边好风景。对啊，是大安溪冲积扇平原。铁站山呐，前面那我真要问，就是那个难怪哈，像打铁的那个哈，对呀，打铁那块那个地点，啊，这个是一个闽南人跟客家人集合的一个地方，跟别的地方的整个算是一个客家人聚集的地方不太一样。应该是这么说，它这里是这样印象融合了。本来它这里是大安溪冲积扇平原嘛，是。啊，这些山产还没有很发达的时阵哦，住在三义铜锣那边的客家乡亲嘛，也要翻一过火焰山来这里打工嘛，石头地来这里打工开垦。是。啊，开垦变成良田嘛，对。啊，良田河洛的地主就租给客家的开垦的乡亲，变成佃农。所以住在这里的乡亲哦，拢是三生代，从来无问讲你何落啊客。所以我华大窑一直在推动的是流域文化。苗栗县有中港溪流域、后龙溪流域、大安溪流域嘛。啊，流域你从西边起算哈，对，祖先对啊入啊，安尼一路往东走啊，是逐水草定居下来，所容居的就是那个河洛加客家产生来的，啊，1+1不等于2啦，是那个3就造出来。对，大于2的算。哎呀，大于2啦，是。甲这有学问的咧讲话啊，才放心的。吼，过来就是各甲原住民一个夹，一个夹，出来迄出来嘅这种新的物件，就是咱的文化。对。现在泰雅族上游，伊是讲这叫做母亲的河啦，大安溪是母亲的河，母亲的河，他是这样讲的，他们有这样的说法。啊，大甲溪是父亲的河，其他叫父亲的河是因为它不稳定，梆在造。那大安溪比较稳，比较开阔，有冲积扇，大甲溪比较没有这种感觉。安尼我较爱伫母亲的河。对。有没有很梦幻？啊，对，这个季节来真是漂亮。我想到古龙的小说，两个伟大的人物，两个伟大的武侠人物啦。一个叫做掉下去，一个叫傅红雪，一个叫西门吹雪。哈，两个人在此告别，或者在此决一死战。对，双血在这里一拼。你今天觉得怎样？觉得好丰富啊！因为你看到这边的人，然后跟这个土地，然后中间加上一点点的那种尊严的一种的力量，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这种人性的美跟这个土地中间的一个关系，是太精彩了。从我们这样子今天早上火车这样一路走来，碰到市场，碰到学校，碰到校长，碰到所以那一群人在煮饭的那一群人，对。希望明天啊，也跟今天一样，是。明天我们要去白沙屯跟通霄，彭山地区的苑里跟通霄，很值得大家来走趟。漂亮，真是漂亮。来，看石虎的脚印，没看到，好清楚啊！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应该也会有田鳖。小时候那这拿嘎抓嘞，嘎抓，不是家里那种的，是水里面的。这正常尺寸吗？对，正常尺寸。哦。我们昨天在苑里是从海边到山上，是，今天到了通霄，要从山上啊到海边去。你说要来看石虎鸣，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浅山环境哈，对，基本上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一定是开发过的田地、水田、地瓜田，是，然后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浅山，这样的环境呢，就是石虎最喜欢栖息的环境。
最近因为15意识保育起来了，对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告示牌，叫做小心15出没。哦，有趣，这样的警告吧，告诉你说，只要你开车要慢一点，不要去撞到15了，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朋友啊，我有约了一个朋友，我们要跟他见面。这个朋友呢，以前是赏鸟的朋友，他是观察鸟、画鸟，喜欢画卡通漫画的。好，哎，杨老师，哎，好久不见，嘿，好久不见。这个是小朋友是他带女儿。是。你有没有看过小15？有，你真的看过15啊？我都还没看过呢。哪一种的？这么大的吗？有没有？真的啊？真的假的？小只的还是大只？都大只。这么小啊？他比较害羞。你这样有见蝉吗？哈。对，可是在另外一边。真的啊？哎，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边的15米的田。哦，你看过15啊？15的脚印啦。真的啊？老师，我们先去拜访这些15米的耕作者。走。这是最近才拍摄到了啊，这只的是没有大只的，小只。这个是田边还是水沟？田边，至少用稻田的那个草吧，快要稻田的草。这是稻田，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稻田。那这样子的话，它就长这样子而已。没有，会再长更大只。狗片哦，目前这只看起来是这样子，因为从这稻子看起来是稻子丰收的时候它才来，对，就嘉年华会的时候才出现。记得刚插秧的时候哈，一插下去不到10天。我们田里就很多脚印了，就我们3、4个哈，我说哎，这个田里怎么有那什么脚印？还有一个说啊，那不用讲，那是猫的脚印嘛，猫脚、鸟咖。后来才知道说它是山猫，就是15。后来就是被拍到我们才知道，要不然没人知道。那现在目前你就是改用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的方式，然后嘛叫做15田，那它15米，那这样子的话它也合不？别合了，别合，因为那个除草的工时蛮多了，对，考察啊，但是收获量呢？大概6成到7成左右而已。那你会不会这样子天人交战？应该不会，试试看，下期再拼拼看看。你以前看过15吗？唯一看过一次是晚上，眼睛闪闪发光的样子。哎，那我们现在目前这边可以看到一些踪迹吗？有，你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些脚印啊，秧鸡。比较小的秧鸡我知道，嘿，啊这里我看感觉，哎，对，那个像那个是兽，你有看到那个像猫的，对，像猫的，很可能是哈。对，这里有一个，哎，那里2个，来看15的脚印，妹妹看好清楚啊，你有没有看到？所以看起来应该是一只，对不对？一只15。对，看起来是一只。那刚好这个土呢是非常的软，对，只要有它就湿软的，对，就很清楚了。这边应该也会有田鳖，嘿，不是鳖哦，是田鳖，这个鳖，水生昆虫。哦，哎呦，小时候那这那嘎抓嘞，没有看过那么大，嘎抓，不是家里那种的，是水里面的那嘎抓。这正常尺寸吗？对，正常尺寸。哦，它是吃什么东西的？吃水里的青蛙。水鱼啊？这么小，跟大青蛙比起来，它会用它的前脚抓住它，帮它打麻醉针。这边叫做15田嘛，对，15米。你那边叫做田鳖，就用这个来取名啊。对。是因为有这样用这个名字，动物的名字来取它。我现在确定这是15田，100%，为什么？确定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头巾上就是这样子脚印啦，完全一样，有没有？有看到？很像嘛。有，在这边就有看到了。这就是图鉴了。啊，脚受伤了。爸爸救他，你看爸爸要救他哦。对呀，要救他。其实他会跑就没关系了。对啦，会跑，可是这样跑不动啊，他这样飞不起来。找到了，好，就到了，就到了。再回去检查咯。等下找个箱子先装起来。我没想到是这个画面呢。对，我的带路人摔到田里面，然后丢给我们一只鸟跟他的女儿。不好意思，不过还是要哀伤一点，因为这只夜鹭，我看到它，刚刚看到它，它脚受伤了嘛。对。如果现在这样子不把它救回来，它就会被吃掉。不是被野狗，搞不好就被15。那这只你看它是成鸟啊？为什么成鸟？它2根白羽嘛，有没有看到小朋友？有没有看到2根？它有2根，后面有2根白冠。我如果2根白冠在那里的话，我很羡慕它。我最喜欢这种头发。它这个可以吃乌锅鱼耶。
真的哈。对，它吃鱼，它的嘴巴很大，它主要吃鱼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来看石虎，这只的出现其实有意义。石虎是山上的陆生动物，田鳖是水生动物，然后我们这只鸟是天空的动物。当动物越来越多的时候，对，其实代表这个地方环境是友善的，因为这样的友善空间反而让这边的产值增高。种稻的人，他的米也可以比较好卖，因为人家会相信你的野生动物多的时候，可是这个地方适合动物栖息，它出产的东西也是比较好的。我白沙屯我就顾我来啊，所以我们从山上到海边了。对，我以前出来的时候要去找到那个跟妈祖有关的，就是去拱天宫，就要变作这些呢。是，变得比较有一些指示的一些东西。对，以前来什么没有，就这些红砖老夫子啦，蛮有味道的。对，这个你看那个气窗就好美。通宵这边的房子哈，通常都是这种红瓦红牙厝，加迄个但是呢乌牙个有淡薄不共款。是，红牙厝哈，可能海边嘿。你看到啥？那个篮子，那个东西。你，拍谁？你真的是猫科呢哈！不是，什么都没看，我只看房子，你看到都是吃的。拍谁？我路人甲啊，我乙呀，路人乙也可以饼啦。我要问你啦，这你做的哈？你那个拍一地？对啊。你那个一地呢？我哋台南看起来拢规地。你那拍这一地？伊规人顶，伊个规顶都是迄个饲的。哦，饲的啊？野生的较少呀。你这片是啊？我这是野生的。你若买拍2地、3地、4地，那会加1地？无啦，我出来拍打摕起来了，收起来啊。你是咧家己要卖还是啥？嘛有咧卖啦。差不多1地差偌济啦，慢讲啥？1地差不多。一地差不多安尼，差不多300-400块啊。400块左右。400块？安尼袂贵啊，你内底要有库存的无？库存的，我知你是要，我嘛是要爱。我想讲先食看嘛，对试食。可以。会来安尼讲的啦。好啦，你来食，我即马小咱烘哦，你食啦。对啦哈。你弄安怎烘？即马下咧金酒。安尼好啦。乌鱼子要吃生的，所以只要是外面那一层哦，大概是1米米厚度哈，把它弄熟了，那里面还是生的，然后利用外面的香跟里面的鲜，这样子搭着吃会最好吃啊。对。哎呦，看你大片，我喜欢这种切法，而且稍微有点咸咸的。对，那高，专门咧食才安尼啦。哎，我跟你讲，哦，一啖恁凉茶啊，真享受呢。你真享受。啊，那有个一个这个上好，地鸡炸高粱，下一次旅行一定要带高粱，带萝卜，啊，菜头哈，野生的唔捌食过。会收咸的？没，因为咬就知道，一咬就出来了。对，这个口感就对了。对，就这个。你以前有没有捕过乌鱼？我捌一地网啊，掠2000外尾转，再袂转啊。啊，甲你有手机啊，打电话来，我电话把坐啊。十几年啊，无手机啊。较早是用两只咧锁的。哎，对，两只咧锁嘛是。啊，那锁着，阮在要转去国旗插旗。渔民最喜欢看到国旗，就代表它是大丰收。海沙屯你就无啊？对。假的啊！一般拢讲整个季节停起来2、3星期啊，你啊，所以插旗杆就好了。插旗杆，挂一个就知啊，出一个就知啊，出来掉一个就知，就是很孤零零的一个挂在那里。这摆无法度啦，无法度啊，无迄个准备啦。阮较早要出的，是，伫平顶到海底，阮用算的520部。你要揪出，你要出海唔得爱揪的，跌牌啊卷落，是，啊个卷网啊爱3纸，啊即马迄个刷讲算较大机，即马我引进的，啊即马抓迄个跌牌挂链啊落去，啊再用拖拉骨头拖起。我以前到那个拱天宫哈，对，碰过好几次的绕境，马祖绕境，就是它跟这边的绕境很有名啊。对，它跟大甲的马祖绕境不太一样。是，我以前的绕境非常好玩，因为它是沿着海边走，对，然后我一个人孤独走过去，一队走过来，因为它这边是乱走，
以前后来做烂走，就是说谁走这边一样走那边。我也听说了，它这整个路径是算不准它的路线，所以遇到它会更神奇。但是乱走还是有它的一种乱中有序啦。但是什么我不太，可能要问他们当地人才比较清楚。你刚刚一路走来这样看，这个庙虽然小，但是很亲切，而且跟前面有一条这样一个小小的路哈，然后安静的这样子的感觉。对，我们继续看一下吧。好好。找个人，是啊，加对，可能很快嘛，哎，你好，我看看，你好，你好，我姓王，姓刘，你好，我姓林，你好，我是白沙屯的当地人。我想问一个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讲，白沙屯的这个马祖的绕境哦，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是它是乱造的哈，因为它没有按固定路线，对，好像别的地方的马祖出的时候都有嘛哈。我这样讲了哈，我们的传统是尊重妈祖的意思，对。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只向妈祖请示哦，比如说出发的日期 ，OK， 好，到北港的日期，到北港，然后到回宫的日期。北港很远呢。北港也还好啦，来回300-400公里而已。OK， 好。哎，加几天？不一定。我们的经验最长有到11天，11天啊，最短6天。哇，6天他整个用行军的这样冲哎。对，最32个小时从白沙屯到北港。哇，的变作军队急行军，还要来得更赶一点，因为军队至少你还知道你今天会在哪里休息，你就看到一只母鸡带了一群小鸡，然后到处乱窜。所以很难预测，太刺激。那你这个拱天宫，对，拱天宫在150年吧。其实我还蛮高兴，老师是挑这个季节来的，好，因为这个季节不热闹。很多人喜欢在2、3月妈祖热潮的时候来，是，对啊，反而老师挑这个季节来，更能够看出哦，这个环境、土地跟人之间的那种生活方式。那这个就是一种典型了啊，就是说它在一般的窗户之外，它又多加了一层密实的木板门。没有，我跟小琉球拢有啊，对，比较靠海，或者是说风比较大的面，就是那温家姐的公法跟我是红桃处啦。老师，你要不要试试看？以后可以推看看。哦，它这样子就是可以挡风，麻烦对啊，把风挡起来。好，我这个看起来不好推，因为那个轨道上都有沙子了吧？哦，说的也是。所以我这样讲讲，我们刚刚妈祖庙那边过来，因为妈祖庙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是坐西望东。一般来讲，妈祖庙呢就是看着西边，因为西边就是海，对，渔民在那个地方。对，我们自己其实也在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祖先盖庙会盖成这个方式哈。那妈祖庙的后方离海大概200公尺左右而已。对，刚刚讲。但是它反而是看向村落的方向。照顾村民，对，他是在看顾自己村落的子民这样子。然后在妈祖庙，我们一般的妈祖庙都有设有五营，对，东西南北中有，对。那这五营的这个点刚刚好，就像妈祖的手一样，把这个村落的这个环境这样握起来，像妈妈一样。对，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哈，在时间的这个洪流里面，它堆积了很多的情感在上面，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依赖妈祖。我个人认为它比较形成一种文学语言，叫做简单的幸福。老师形容得很好，简单的富裕。阿妈，我摸你的手。种嫩的呢？嫩叫嫩，那种。因为它关节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关节手法呢？是，跟阮写文章同款。我写文章写久了，干嘞。对，跟阮写文章同款。我带老师再去看一个白沙屯人生活的极致。哦，生活的极致。对，来这边走。庙内底有啥？看一下喽，看一下就知道喽。哇！哦，又看到了。阿妈你好。阿妈你好。足水的了。啊，这拢有花草啦。这有花草条。我昨伫迄个山骹原里迄山骹遐看人嘛有迄个
这个恁草馆嘛咧做。阮拢袂去啊。拢袂去遐买吼，迄就恁做呀。我伫遐看到，无遐尼水。较水拢放伫遮款。做油条啊吼，就阮白沙墩出名。啊对吼。所以囡仔阵就开始做到即摆。对啊，阮7、8岁就做，60岁就做啊，做70多年咯。啊，你拢是编啊，就是唱歌安尼，敢会安尼？阮若唱歌，阮拢咧用一人唱一条，唱王宝钏、李三娘、三匹红台、三匹红台、小宝安尼唱歌，敢都袂。我唱一条，伊唱一条。你日语的吼？袂记你了。这是用啥？安全帽那套。安全帽那套，这个精彩，这应该拿给我儿子。不然我带我儿子的时候，臭臭的都男生的味道，受不了。但这个都比较好。这个好，这个看起来就会比较通风哦，舒服。对。你安尼，譬如讲你想编一地汉长吼，爱偌久才编好？你要编啥？5尺6尺爱做1个月。1个月？哇，19天。啊，你我这点无啊嘞，这点无爱无。我爱做3工。3工哦。我伫做爱做。啊，做3工哦。啊，那查某的这就是爱做4工。完了，查某4工。这靠回操。这个靠回操较水嘿。好做啦，你这臀较快。哇塞，这个真是以前难怪相亲都要穿这样子。啊，你是做佚佗还是咧卖？有伫卖啦，迄伫卖，迄一顶100块。而且200块。嘿啦。哦，这嘛不简单呢。生理偌好咧咧。这个无我是咩人设计，你知无？这我就是迄个红仔顶啦，因阿哥写的，我应该知，迄人是讲做这个无啊。因囝草头啦，草头啊，从这无啊就互因。哎，伊家己设计啊，设计讲去做这个无啊。这就草头来做的安尼。我讲的是弘扬女士吧？迄嘛是弘扬无伫恁草馆里头。就是阮这人就爱地管理啦。好。叫做弘扬着啦。40多年前，一顶咧较粗的动物无啊，一顶就20块。啊，米7斗22块，啊嘛算正个好，一工也做1顶啊。是，那个有做够食的啊。嘿，啊一工做1顶就有够食。是够食。啊，查某囡仔嘛，无爱来编这。有啊，我若这个是，我这个有谈的，算起来有谈这个有有人做，咱这边拢讲。拢会晓编了。阮老爸迄阵拢有做，伊要赚钱咯，后爸有甲咱赚钱。安尼啊。诶，过年要分2家人好哩啊，今仔日两车仔两1工，啊明仔载就搁摕倒来。哦。一般人省到要死啊，可怜，食都无食咯。哦，实在够油，油到嘿。你这也叫用介绍出去吼，主要是无人咧介绍，要介绍出去吼，哇，这甜落去啊。做袂好啦，爱做袂好。袂好吼。真正袂。诶，阿妈，你即摆安尼做起来70几年啊了吼。安尼当然继续做是真好啦，但是子孙较无讲叫你讲莫做啊，是安怎？我计甲阮囝讲，我会做，他也袂做。啊，若袂做，大面出来喏吼，啊，做囝人。啊，家己做，家己赚，啊，家己开。嘿。哦，你足好诶。来出国，我嘛是伫遐拄啊去出国，拄啊倒来。是。去陪工，去石狮国。啊，你家己趁钱，家己去佚佗安尼啊？伊甲要互我就我。哦，足好诶，哦，这个拍跑啊。手啊编到拢袂中风呢，手真轻。袂啦。而且重点有个人拢无办法啦，手啊足油啊。这拢唔知要创啥。啊，过来嘛，较袂老人出。较袂老人出代吼。嘿，安尼。啊，伫边伫咧做安尼。嘿，也袂出代咧。对啦。阿妈，我有一样代志，拜托你带我，我摸你的手，摸你的手嘿，我看。哦，这手。种嫩的呢。嫩真嫩，迄种真嫩，迄种手真嫩真油，嘿，真嘿。因为它一直在关节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关节手安尼吼。是哦。甲阮写文章共款。这手比。我写文章写久了，干嘞。手较幼呢。啊，对。我洗衫煮饭的饼内底，啊，都嘛有伫做。哎，这会疼呢，爱放。这个人无包。哦，对，你要包包的手咯。是。那是固住安尼，变做安尼包起来。对，哈。我一个手，我这个手。无名指这一次。所以讲，我外教阮遐查某囝做啥做，因为我外教阮遮查某囝做，我计讲咱家己做甲艰苦甲死，啊，讲到后遮囡仔做。所以你查囝袂晓做这就对。诶，袂晓。所以即摆剩。一整只到剩5个咧做。剩5个咧做尔。白沙屯剩5个啦。剩5个尔。啊，阿妈原来你看里面是主要很精细哦，啊，为什么不在白沙屯有一个展示的或是贩售的地方？那走去到山卡卡，你便利在看一点。就是我们这边曾经有做过这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社区的总体这样营造的，可是就是后来并没有把它做得太好，哦，反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院里的跟令草馆那边对，就做得比较完备一点这样子。从白沙屯起来，发扬光大在院里。牺牲自己照亮别人，白沙屯的精神，老师说的，白沙屯的精神。
旅游指南里面讲说，这个是一个日据时代的旧隧道。我以前来过这里，但可能这个都是盖起来了，所以我没有注意到。我是爬到山顶去看那种过港化石的那种石碑。哇，神隐少女那样子走进来一个神秘的。我哪知哈，我一概来我都来找这个地方，我那时候不晓得有这个地方哎。好漂亮。哇塞，精彩。然后你现在看这些砖。因为这个院里这个所在哈，拢在做砖啊，以前较搞钢的，你看伊安尼是安尼移来吼，安尼吼，对，大概下面再想要削进来一点点。对，咱以前那种可能比方说做垂直的哈，就差很多。铁路废弃之后，那就改成现在目前所看到它是脚踏车的一个步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往这方向在做规划。三个崩坑就对了，铁路崩坑，然后崩坑跟崩洞中间你就。伊要下来下崩坑，较好听啦。隧道就难听，在崩坑。不过我刚刚我这样走一走，听到那个画眉的声音以后，我有一些想法，因为我们刚刚去过茂林、波那，对，那个地方你还记不记得青斑蝶？它从南部迁徙紫斑蝶，回来的时候，回来这边产卵的时候，就会在这边的森林。一直到竹南啊，它要的植物里面，其中有一种叫做华卡他藤，就是我们在这边就会住下来的产卵。那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就可以变成一个生态的观察区。你有听到无？有，是。就这啦，就是这种的啦，华卡他藤，就这个。哎呦，应该这个说着就，对，就这种的。小蝴蝶们就喜欢这些东西。对，花卡青嘛。说我们走这个隧道看这个很有意思哦。这样的生态旅游就很好玩。就不只是一个3个崩坑而已。对，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毛毛虫的大本营啊！如果你不怕毛毛虫的话，那就很过瘾。这样子这个隧道这样子算一算也快100年呢。1922年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啊，要100年啊。崩坑。可是它为什么会废弃？都是。移到那边的话，速度更快嘛，就不要走到这里的话，上山还要爬坡，还要怎样？那直接刷过去啊，算是更靠海，对，更难一些，容易建设，而且要维修麻烦啊。是。我们今天是3个崩坑，刚好有3个不一样的光影，因为它的长度不一样。我们刚走在第一个很长嘛，对，很长的话，走到后面的时候，那个暗无天日。然后呢，中间那个地方那个呢，就走到你快暗的时候，前面的那个天光就亮了。然后这个呢，就一览无遗，就直接这样穿过去了，实在好玩了。因为穿过隧道中间都有一些山林嘛，那些山林里面，譬如刚刚的华卡他藤，然后海藻，听到画眉，那还有一个化石。你光是这些加上崩坑，这几个元素，其实就变成一个很好的生态旅游跟那个户外休闲踏查的地方哎。漂亮，有。这个风终于让我知道什么叫8风吹不动了。我们这种体型，所以你可以想象说那些的田，它能够种的东西就非常有限。它真的很贫瘠啊！你看那个山，你看那个芒草都刮烂哈，那树啊都生不完，沙丘啦旱地啦对，大概就是这样子没有水稻田，你看那个都没有水稻田不可能。对，然后又风大，它用黄蜂梨，可是画面好看呢。当然，就中间在一个铁路这样子经过。这个地方应该铁道迷会喜欢的地方吧？当然，铁道迷他会在那边拍。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风车它的争议是比较大了对，漂亮，但是争议很大。像这样的风，为什么风车会设在这里？我们也都了解了。可是它有些什么负面的，或者它的正面的，还在评估了。是，怎么样？这两天这样子，最后我们在那边喝西北风的时候，我们在月里老街的时候，我们看到菜市场里面有一种那个欧长柜。
砵长贵是我们贫穷的东西，给它吃起来很豪华，就是说它会很享受那种东西。包括里山属的那个用烧柴的那种这样的摘野菜的生活，那用一些的软石，然后把它堆积起来。那边的人造的东西会比较多，对，包括这个陈窑族所经营出来那个空间，他这种在人文中间，他想找到一些的可能性。然后白沙屯这个地方，看就是跟大自然在拼搏的感觉的，超生猛的。譬如说15米石鳖田，这边有一种自足的感觉，就小小的，你看一个乌鱼子，然后就挂在那里，它就满足了。可是院里呢是用砵长贵那种10块钱的、20块还不怎么样的，他把它做大。一个是小题大做，一个是大题小做，刚好颠倒过来。这样子，我们今天有去那个妈祖庙嘛，刚刚说他会去那北港，对，我们下次呢就去北港。好，我们是跟着蝴蝶的足迹走，来到这个地方，从多纳来到这里，对，然后再跟着马祖的足迹呢，我们现在到北港去。回家来啊！哦，有，给你，哎，这边，哦，他们下午在那边。对，来，真的会感动哈，一个这样一条线，然后出来，我滑了，有，漂亮，终于懂了这份感动了。